如果你是试图潜入敌后阵地的狙击手，或是携带机密情报的特务，当你必须穿越一片开阔地，周围却可能有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你时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不会选择隐身，因为物理法则不允许你凭空消失。最聪明的办法是利用光，你要躲在探照灯的背面，利用强光造成的视觉盲区，大摇大摆走进去。2025年7月，太阳系就发生了这样一幕：人类最顶尖的詹姆斯韦伯望远镜还在凝望遥远的早期宇宙，我们的巡天系统都在戒备地球轨道附近的微地小行星。一个幽灵却利用银河系中心最密集的星光当作掩护，直到距离太阳只剩一步之遥才突然现身。它被命名为3i Atlas， 务必记住这个代号。它不是我们熟知的任何彗星，它是继奥莫莫和鲍里索夫之后，人类天文学史上确认的第3位星际访客。但比起那2位匆匆路过的星际旅客， ATLAS 的行为让全球天文学家背脊发凉。身为基点维度的策划，我对这些原本枯燥的轨道参数与光谱数据进行了法医式拆解后，我得出一个连自己都害怕的结论：它或许不是来路过的，它是来踩刹车的，它的目的地很可能是我们太阳系引力场的深处。今天就一起拆开这个来自黑暗森林的神秘包裹。它不像彗星的最直接证据，也就是化学成分。天文学常识中，彗星就像一个脏雪球，内部主要是水结成的冰掺杂少量尘埃与气体。彗星靠近太阳时受热挥发，才会形成夜空中那条长长的彗尾。但当科学家将光谱仪对准3i Atlas 时，传回的数据简直像探测器故障了一样。这个物体喷出的气体中，二氧化碳与水的比例高达 8.0。大家或许对这个数字没概念，我做个简单对比。无论是太阳系内的本地彗星，还是先前的星际访客，这个比例通常只有0点几，甚至0.0几。为什么？因为二氧化碳极易挥发。一个在星际空间流浪亿万年的天体，只要靠近过任何恒星，二氧化碳早就挥发殆尽。但3i Atlas 截然不同，数据显示它不像天然形成的雪球，更像一个被极度压缩的高压气瓶。这打破了现有的彗星形成模型，但这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。为了确认不是仪器故障，天文学家调用了韦伯望远镜的中红外仪器，也就是 MIRI， 进行了2次校准。通常我们在看彗星光谱时，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水分子峰值，旁边跟住一个小小的二氧化碳峰值。但在3i Atlas 的光谱图上，情况完全反过来了。那个代表二氧化碳的波峰像一根刺一样突破了图表边界，而水的信号却微弱的像背景杂讯。这在天体化学上是解释不通的。要知道，在太阳系形成的吸积盘模型里，这种化学配比只存在于一种地方，那就是这颗星球的核心深处。也就是说，除非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被剥了皮的行星心脏，否则它就不该存在于自然界。那一刻，负责数据处理的研究员可能都没意识到，他们看到的或许不是一块石头的化学成分，而是一张来自高等文明的燃料配方表。这引出2种极端可能：第一，它诞生于我们完全陌生的异域星空，那里富含碳氧元素，极度寒冷，从未被恒星加热；第二，也是更令人细思极恐的可能，它的内部结构根本不是天然的，它或许是一个被刻意封装的容器。为何它要携带浓度惊人的二氧化碳？在航天工程中，高压气体不只是样本，更是最佳的推进公值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它打破了天文学界的演化趋势，那就是距离太阳越近，二氧化碳比例越低。因为它并未在漫长旅途中缓慢泄漏，它像被某种机制密封，直到决定打开阀门的那一刻才释放巨大能量。若说化学成分只是令人怀疑，那它的轨道就是铁证般的战术动作。不同于第一位访客奥莫莫那种乱窜翻滚的姿态，3i Atlas 的轨道极其冷静精准。它的轨道平面与太阳系黄道面的夹角仅有5度。黄道面就是地球、木星等行星运行的盘面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它精准切入了我们的交通主干道。但诡异的是，它是逆行的。你可以理解成一辆黑色轿车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逆住所有车流，高速冲来。哈佛大学天文系前系主任阿维勒布对此提出一个相当具体的假设，他认为这不是巧合，
而是一次精心计算的隐蔽式反向太阳奥伯特机动。这听起来很拗口，我用最通俗的话解释。通常我们的旅行者号探测器利用引力弹弓效应，借助行星引力把自己甩出去，获得加速，飞得更快。但这只是奥伯特效应的一面。若在距离引力源，也就是太阳最近的点，沿运动方向反方向猛烈喷气，就能获得最高效率的减速效果。这正是 3I Atlas 的所作所为。让我们把这个战术动作拆解得更细致一点，你就会明白它有多疯狂。在航天动力学中有一个公式叫 V infinity， 简单来说，飞船的速度越快，它在引力深井中点火的效率就越高。这就像你在荡秋千，只有在荡到最低点速度最快的那一瞬间推一把，你才能荡得最高或者停得最快。人类的探测器，比如帕克太阳探测器，为了利用这个效应，需要花费数年时间绕住金星飞7次，才能小心翼翼地靠近太阳。但 3I Atlas 呢？它没有任何犹豫，它以每秒几十公里的超高速，像自杀一样直冲太阳。在任何理智的导航员眼里，这都是撞击轨道。但就在它进入日冕层边缘即将被烧毁的毫秒级窗口期，它打开了那个二氧化碳阀门，巨大的喷射流产生了反向推力，配合太阳强大的引力牵引，它在瞬间完成了人类航天器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动量转换。当它再次出现在太阳另一侧时，它已经从一个星际子弹变成了一颗温顺的卫星。这不是大自然的巧合，这是教科书级别的轨道力学展示。看它的操作时机：第一，选择近日点引力最强的位置；第二，选择太阳背面地球观测视线的盲区。在这个完美的时机与地点，它释放了高压气瓶中浓度达 8.0 的二氧化碳，借助太阳引力猛踩了一脚刹车。这不是简单的路过，看到高速公路上的车突然减速变道，你会知道它不是要超车，而是要进服务区。这位不速之客究竟是谁？来自何处？动力学会推得出一个令人感到渺小的数字，这个物体的年龄介于76亿到140亿年之间。想想看，我们的太阳系才46亿岁。3I Atlas 启程时，我们的太阳尚未点燃，地球还是一团混沌星云。它诞生于宇宙的正午时期，那时恒星形成最剧烈，生命或许在宇宙各个角落刚刚萌芽。它在星际空间游荡100亿年，见证无数恒星生灭，最终抵达这里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让我们把时间轴拉长100亿年前，银河系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那是所谓的宇宙正午，也就是 Cosmic Noon。恒星的诞生率是现在的10倍，超新星爆炸像节日的烟火一样此起彼伏。如果 3I Atlas 是在那时启程的，它所属的那个文明可能早在地球出现单细胞生物之前就已经灭绝了。它就像是一个漂流瓶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一个自动化的守墓人。它可能在太空中休眠了几十亿年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已腐朽，唯独那套纯物理的高压气体推进系统还在运作。它不需要晶片，不需要电力，它只需要等到恒星的热量将阀门融化，然后执行它最后的使命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它如此古老却又如此精准，因为物理法则是不会过期的。哈勃望远镜拍摄到了它，它不是圆形，而是呈现出诡异的泪滴状。天文学中，这通常代表它有定向物质喷射，或是外壳正依照特定几何结构解体。为了弄清它的真面目，全球最灵敏的绿滴射电望远镜对它进行了为期数周的高强度监听。我们试图捕捉任何类似信号的电波，哪怕只是一点点有规律的杂音，结果呢？是绝对的电波静默，没有信标，没有问候，没有杂讯。恐怖片中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怪兽的尖叫，而是这种死一般的静默。它不发声，难道是因为已经毁灭？不，根据它精准的非引力加速度，以及对木星、火星、金星轨道的精准掠过，我们得出最大胆的推论：3I Atlas 正在执行无线电静默协议。它利用近日点减速调整了轨道。它现在的碎片与主体并未飞向深空，而是沿着指向木星的路径继续飘荡。若把太阳系看作巨大生物体，太阳是心脏，地球是细胞，那么木星庞大的引力场就是淋巴结或防御网。3I Atlas 根本不是来访问，而是来定居的。高浓度二氧化碳不只是燃料，更是某种保护层。它现在的解体与彗星活动其实是在调整姿态。
准备进入木星引力池的寄生模式。这里还有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巧合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人类目前最昂贵的深空探测计划，欧洲的 JUICE 任务和美国的欧罗巴快船，也就是 Europa Clipper， 他们的目标是哪里？没错，也是木星。我们的探测器将在2030年前后抵达木星系，去探测木卫2冰层下的海洋。而3I Atlas 恰好在这个时间点提前抢占了木星轨道的特等席，这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？还是说，当我们在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不仅回以凝视，甚至还派出了一位接待员？如果3I Atlas 真的是一个监测站，那么当我们的欧罗巴快船飞过它身边时，会不会触发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机制？又或者它会像黑石碑一样，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人类指尖的触碰？作为来自100亿年前的自动化监测站，它终于找到完美的观测点，它将悬挂在木星轨道上，以这颗气态巨行星为掩体，静静俯瞰内太阳系那颗蓝色充满杂讯的星球，也就是我们。这听起来或许太像科幻小说，但我们不妨大开脑洞。3I Atlas 的光谱中除了二氧化碳，还富含生命起源所需的碳、氧原子。若它的破碎不是意外，而是城市设定的必然，或许彗星从来不是冰冷石头，而是宇宙在几十亿年前密封的基因胶囊。3I Atlas 这次的破碎或许是策划了100亿年的暴力播种，将来自宇宙深处的物质撒入太阳系的引力循环。我们在寻找外星人，却忘了照镜子。或许我们自己就是几十亿年前上一个 Atlas 系列后的产物，而这个新访客只是来看看当年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什么模样。在这片黑暗森林中，绝对的静默不代表不存在，反而常是最高级的伪装。3I Atlas 究竟是一块石头，还是沉默的观察者？时间会给我们答案，但至少现在夜晚望向木星时，记得那里或许多了一双来自100亿年前的眼睛。我是基点维度。关于3I Atlas， 你认为它是自然天体还是人造物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坐标与猜想。我们下期影片继续在星海中寻找真相。